大家好，我是大唐。从我这个频道开播以来，关于如何投资 TQQQ 那一期节目获得了最多的播放量，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一期节目。有这么多朋友来捧场，看得出来大家对 QQQ 每年19.4%的回报率好像不太满意。的确，从过去10年的数据来看，除了其中2年以外，TQQQ 的表现几乎年年跑赢 QQQ。最低的时候是 QQQ 的1.4倍，最高甚至达到了3.5倍。如果把10年的平均年化收益率拉出来比较，TQQQ 几乎是 QQQ 的2倍。更夸张的是，从2010年2月 TQQQ 诞生到现在的15年间，它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41.6%。考虑到复利效应，TQQQ 的累计收益率已经是 QQ 的14倍，远远超出了很多人认为的3倍关系。如果有朋友想要深入的了解其中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做的那期节目。在那期节目的最后，我提到了如何局部止盈 TQQQ 的策略。当指数一路走高时，可以逐步卖出3倍杠杆的 ETF，换成不带杠杆的 QQQ，或者干脆转为现金。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组合的杠杆风险，避免在市场回调或者趋势反转时，把之前赚到的大部分利润又赔回去。这里持有1倍股指的目的是尽可能的避免资金踏空，因为牛市永不言顶，资金闲置是收益率降低的一大因素。但问题是，如果市场估值已经在高位，持有 QQQ 本身同样要面对回调的风险。那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避免单纯持有现金时的踏空风险，又能争取到比持有1倍指数更高的回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到本视频截稿日，QQQ 从2025年4月7日的最低点400，已经上涨到了588点，涨幅47%。对于在今年4月用40多块钱买入 TQQ 的朋友来说，短短5个月收益已经翻倍。在这段时期 ，QQQ 几乎没有经历过大于5%的调整。随着股指继续上涨，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市场出现回调的概率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们采用主动投资的策略，将投资组合中3倍做多指数的 TQQQ 逐渐减仓，换成一些波动小的投资品种，用来平抑整体组合的风险。QQQ 是一个很好的品种，但是会不会有另一种比 QQQ 更好的标的存在呢？这里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更好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当你评判一个投资相对于另一个投资好不好的时候，不能只用收益率来衡量，因为高收益的品种可能它的风险也大。因此，我们这里定义的更好，一定是既考虑收益高，也要考虑风险是不是相对低。我们可以使用夏普比率把这两者都考虑进去。不知道夏普比率的小伙伴可以看我出的这期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夏普比率是每一单位风险所提供的回报率，夏普比率越高，说明风险收益比越高。这和我在以前节目里讲的赔率概念不谋而合。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有一个标的，它和 QQQ 在下跌幅度相同的情况下，未来它的涨幅是 QQ 的1.5倍，我们就认为它是更好的替代品。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也应该重点考虑，就是超额阿尔法。什么是超额阿尔法呢？我们知道，在开盘模型中，一个资产的收益应该等于无风险收益率加上贝塔乘以市场收益率减去无风险收益率。但如果在现实里，这个资产的收益率大于等式右边的部分，多出的这个部分就叫做超额阿尔法，也叫超额收益率。简单来说，如果一个资产它在大盘涨的时候比大盘涨得多，在大盘跌的时候和大盘跌的差不多，或者比大盘跌的还少，就说它有超额阿尔法。咱们还是拿 QQQ 举例子，如果一个资产在 QQQ 上涨10%的时候能够上涨20%，而在 QQQ 下跌10%的时候，它也下跌10%，那这个资产是不是一个比 QQQ 更香的替代品呢？一定是了。那市场中存不存在这样的品种呢？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它就是 SPMO。SPMO 是 S&P 500 Momentum ETF， 它跟踪标普500动量因子指数。动量简单说就是用价格变动的速度来判断趋势的强弱，速度越快，趋势越强。SPMO 的策略就是从标普500成分股中定期选取过去12个月回报最高的动量股，在调仓的时候会买入趋势强的股票，同时卖出由强转弱的股票。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趋势的延续。因此
SPMO 成分股的行业分布和权重会随着市场风格轮动而变化。可能一段时间科技占比高，另一段时间能源、金融、消费占比又上升。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截止到今年9月14日 ，SPMO 的持仓中，除了传统大科技以外，还有金融巨头 JP Morgan、Goldman Sachs 以及消费巨头沃尔玛，还包括这轮牛市最重要的角色 Palantir。同时，军工龙头 GE 和烟草巨头 PM 都榜上有名。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这份 SPMO 持仓前25的榜单中，没有苹果，也没有微软。为什么？因为今年3月 SPMO 调仓前的一年，苹果和微软一直都处在横盘和下跌的趋势中，而苹果和微软在 SPY 中合计占比高达13%。可以想象，就这2支票对于 SPY 过去一年收益率的拖累要有多大。正因为 SPMO 只选择过去一年上涨趋势最强烈的股票，因此无论在牛市还是熊市，大部分时间 SPMO 跌的都和 SPY 差不多，而涨的都比 SPY 多。为什么我们这里说大部分呢？是因为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23年3月到2023年12月 ，SPY 的表现都要好于 SPMO。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过一个长达9个月的大熊市，刚刚开始复苏。即使很多股票已经开始转头向上，但是从之前一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具有上涨趋势的股票少之又少。这个时候，只有一些防守型板块趋势比大科技好，至少他们在横盘而不是在下跌。因此，这个时候 SPMO 的持仓都是医药、公共事业、电信服务这些板块的股票。在大盘反转以后，这些板块也并没有上涨多少。直到9月以后，大科技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SPMO 的选股才慢慢转移回科技、金融这些传统市场核心上面来。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投资 SPMO 的一个规律，就是在时间比较长的大熊市刚结束的一年中，我们投资 SPY 的效果要比 SPMO 好。但是当市场走了一年，那些长期上涨的大科技、大金融又回到成分股中时，未来很长时间 SPMO 的收益率都要远好于 SPY。从夏普比率上，我们可以看到。SPY 是 1.05， 而 SPMO 达到了惊人的 1.77， 这就说明对于相同的风险 SPMO 的收益率要比 SPY 多 70% 左右。由于 SPMO 盯住的是调仓前一年的市场趋势性强弱，短期的市场下跌并不会导致 SPMO 丢失优秀的长期仓位。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12月之后一直到现在，市场经历过2024年8月日元加息和2025年4月川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2次大幅调整。SPMO 的跌幅和 SPY 差不多，但这2次下跌的时间非常短，分别是18天和32天。由于 SPMO 充分考虑了过去一年中各个时期的动能，这2次短期下跌并没有影响大部分强势大科技的全年表现。SPMO 依然坚定持有其现有仓位，继续享受低位持股进入高位以后的绝对涨幅。在这2次下跌以后， SPMO 的涨幅分别是 SPY 的 1.75 倍和 1.56 倍。同样2020年2月市场的急跌， SPY 30天下跌了 35.5%。 而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3月大盘翻转进入牛市，一直到2022年的1月， SPMO 从没有跑输过 SPY。 这个时候有朋友要问了，2020年这一轮牛市要比2023年这一轮牛市涨得还猛，但是为什么看上去 SPMO 超越 SPY 的幅度没有2023年这一波多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未来我们投资 SPMO 需要考虑的。主要的原因就是 SPMO 追踪的是一个市场中涨势最猛的100只股票，但是如果标准普尔500里面所有的股票涨势都猛呢， SPMO 对比 SPY 的溢价就会变小，但还是会高一些，毕竟最猛的100只总会比另外400个收益要高。而2020年这一轮牛市，就是 SPY 所有的股票都涨很多，因为这是美联储超级宽松之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大水漫灌，鸡犬升天。但是2023年3月开始的这一轮牛市，它是一个结构性牛市。什么是结构性牛市？就是一部分股票涨，而大部分股票跌。AI 引领的高科技板块涨幅远远超过其他类别。指数成分股越分化，越能发挥 SPMO 的优势，而 SPY 会受累于大部分涨幅一般的股票，从而导致收益率远远低于 SPMO。特别是牛市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以后，
在复利的帮助下 ，SPMO 的累计收益将大大超过 SPY。介绍完了 SPMO 的一些特点，我想很多听众都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没错，我们希望来探求是否能在我们 TQQQ 的滚仓策略中用 SPMO 来替代 QQQ。从 SPY、QQQ 以及 SPMO 收益对比图上来看，在过去的5年中，即使在市场下跌20%的熊市中 ，SPMO 的跌幅最多和 SPY 是一样的，而在上涨中远大于 SPY。而 QQQ 在资金推动型牛市里面比 SPMO 的表现要好，但是累计收益的回撤幅度也比 SPMO 大。在结构性牛市中 ，SPMO 回撤比 QQ 小，但收益率表现要好于 QQQ。这时候有小伙伴又会问了 ，SPMO 确实不错，但你为什么不选和 QQQ 关联的动量 ETF 呢？这又是一个好问题，而且也确实存在这样的 ETF。QQQA 就是从纳斯达克100中选出趋势最强的21只股票，希望通过在纳指的牛市中享受超额收益。但是我们通过 QQQA 的走势就会发现，从 QQQA 成立的2021年5月到现在，其收益率一直低于 QQQ。而在最近的2次下跌中 ，QQQA 的跌幅分别是 QQQ 的1.6倍和1.32倍。为什么同为相关指数的动量 ETF， 在 SPY 和 QQQ 同方向涨跌的大背景下 ，SPMO 和 QQQA 表现却大相径庭呢？我觉得根本原因要从 QQQ 和 SPY 的持股结构中去寻找。SPY 里面存在大量的防守型股票，可以帮助 SPMO 避险，而 QQQ 里边几乎没有和科技股相关性为负的避险板块。这张图是 QQQA 的持仓分布，长期处于上涨趋势的大科技的占比并不突出，而很多诸如 TTWO、GILD、ZS 这些中期波动巨大的股票也位列其中。由于 QQQA 一个季度调仓一次，很可能出现这个季度有些股票因为动能极强被选入组合，而下个季度就直接腰斩被踢出组合。这种高卖低卖极大的腐蚀了 QQQA 的收益率。因此，我们可以选择高夏普比率、高阿尔法的 SPMO 作为 QQQ 的替代品，在牛市的后半程更好的锁定风险，同时获得更高的收益。当 QQQ 下跌到位，比如下跌了25%，我们就可以卖掉 SPMO， 抄底 TQQQ 或者 FNGU， 来最大限度的获取未来牛市中的杠杆效应。另外，对于那些一直持有 QQQ 或者 SPY 的小伙伴们，大家也可以考虑用 SPMO 作为替代品。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在一个长期下跌结束以后，我们应该先投资 QQQ 1年，然后再换成 SPMO， 因为牛市的后半段才是 SPMO 发力的时间。根据规律，牛市的前半段是大科技发力，他们的动量在整个牛市中如果打70分的话，后半程百花齐放的中小盘牛股的动量可以冲到100甚至150。而且牛市的后半段，市场虽然上涨比率和牛市初期是一致的，但是其绝对涨幅要远大于牛市初期。SPMO 可以充分享受牛市后半程的加速上涨。好，总结一下，目前市场属于牛市的后半程，在未来半年到1年中，市场会经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甚至是熊市。在这个熊市到来之前，指数会经历一个持续冲高的过程。这个阶段，我们用 SPMO 来替代 QQQ， 来执行我们在 TQQQ 那集视频里介绍的3倍指数轮动的策略，会取得一个风险收益比更高的回报。这意味着，即使经历熊市 ，SPMO 的下跌幅度也不会超过 QQQ， 而在熊市到来之前，它比 QQQ 拥有更好的收益。这对厌恶风险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希望大家开启小铃铛、订阅、点赞、分享。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订阅会员，我们一起来深度探讨交易技巧和投资心得。我们下次再见。